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我们许多人似乎都活在一种无形的撕扯之中。一方面，我们被儒家式的儒士精神驱动，渴望在事业上建功立业，实现社会价值；另一方面，当压力来袭时，我们又会向往佛家式的修心，试图在纷繁的世界中寻求片刻的内心平静。而当奋斗变得疲惫时，道家式的无为与躺平的思想又会悄然浮现，让我们渴望顺其自然，回归简单。这种在积极进取、自我和解与顺其自然之间的反复摇摆，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普遍的精神内耗。然而，这种看似现代的困境，或许古人早已给出了答案。在明代一部名为《性命规旨》的道家典籍中，有一幅奇特的插图《三圣图》，它将儒家的孔子、道家的老子和佛家的释迦牟尼佛这3位不同领域的思想巨头和谐地并置于同一画面中。这幅图不仅仅是一次艺术创作，它更像是一份来自古代的智慧处方，试图告诉我们如何调和这些看似矛盾的人生追求，找到真正的生命平和。很多人习惯地认为儒释道三教是各自独立，甚至是相互对立的。然而性命规旨中的三圣图彻底颠覆了这种刻板印象，它将3位圣人并列，传递的核心信息是三教同源，他们的根本智慧指向同一个源头。书中对此的总纲解释道：据大总持门，若儒道释之，度我度他，皆从这里，能知真实际。而天地人之自造自化，只在此中。这句话的深意分为2层，前半句是说存在一个统领所有智慧法门的总开关，也就是大总持门。无论你是要信奉儒家、道家还是佛家，无论是为了提升自我，也就是度我，还是为了帮助他人度他，所有的方法和路径都是从这个总开关中生发出来。后半句则更进一步，点明只要能洞悉宇宙人生的终极真相、真实际，就能明白天地万物与人类如何自我演化、自我成就的底层规律，也尽在此中。这种思想不仅挑战了我们对三教关系的传统认知，并深刻地体现了中国文化兼容并蓄、融会贯通的伟大特质。它告诉我们，真正的智慧不是相互排斥，而是彼此补充。儒道释并非竞争对手，而是一支旨在帮助人们实现圆满人生的最佳队友。在三圣图中，老君代表着道家的智慧。要理解它，首先要区分历史上的老子，曾任周朝国家图书馆馆长的李耳，与神话中被尊为道之化身的太上老君。图中描绘的81画，并非指老君会81种戏法，而是象征着道无处不在，为了教化世人而在不同时代变换身份，其智慧始终滋养着人间。它的核心思想之一便是长生诀，这并非追求肉体上的永生不死，而是追求一种更高质量的生命状态。道德经中的谷神不死，说的就是守护生命的本源，让心性与生命达到永恒的和谐。它强调的并非生命的无限长度，而是其深度与和谐。这正是道家性命双修中对命这一层面的核心追求。道家讲的长生，是指让生命保持本真状态，身心健康，心性通透，活得长久而有质量。不是追求肉体不死，而是追求心性与生命的永恒和谐。这种智慧在《道德经》中上善若水的比喻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。水滋养万物而不争，始终保持谦卑，这正是道家告诉我们的生命状态：顺应自然，包容谦卑，不与万物相争。这一观点对于在拼命工作和养生续命之间摇摆的现代人极具启发。它提醒我们，生命的真正价值在于活出本真与质量，这是一种关于如何活好，而非仅仅活久的智慧。图中居中央的佛陀代表着佛家的智慧，其核心在于明心见性。
佛家认为最高深的真理往往超越语言文字，只能通过心灵直接领悟。这一思想的核心概念是真如，即不生不灭、永恒不变的本心本性。这与道家所讲的道在哲学层面是高度契合的，都指向了宇宙人生的终极真相。当人达到彻底摆脱烦恼、认清本心的圆觉，也就是圆满的觉悟的境界时，智慧便如同太阳一般照亮内心的所有迷茫。这一点在著名的拈花微笑典故中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。传说佛陀在灵山法会上并未言语，只是拿起一朵花施予众人，唯有弟子摩诃迦叶会心一笑。佛陀见状便知他已领悟，于是说道：我有正法掩藏，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，微妙法门，不离文字，以心传心，付诸摩诃迦叶。这个故事揭示了法佛传承的精髓，不离文字，以心传心。真正的智慧和觉悟无法通过书本或言语来传递，它更多的是来自于内心的体验与共鸣。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、言语泛滥的时代，这种重感悟轻形式的智慧在提醒我们，要学会静下心来倾听内心的声音，因为最深刻的答案往往在言语之外。谈及孔子，我们通常会想到他作为一位伟大的道德教师和教育家的形象。然而三圣图中的描述，六经删定古文章，揭示了他一个更宏大、更具深远影响的角色，也就是中华文明的首席架构师。孔子最重要的功绩之一，就是整理和修订了诗、书、礼、乐、易、春秋这6部上古经典，合成6经。这并非简单的编辑工作，而是在一个知识传承面临断裂的时代，为文明保留了火种。他的工作极具远见。整理诗经呢，是为了让人们通过诗歌陶冶情操；整理尚书是为了给后世的治理者提供历史借鉴；整理礼记则是为了构建社会和谐的秩序与规范。他通过这一项浩大的工程，不仅为后世保存了上古智慧的宝库，更将人作为核心思想注入其中，为整个中华文明奠定了伦理与秩序的根基。因此，孔子的角色远不止于教导个人如何修身养性，他通过整理和传承文化典籍，扮演了继往开来的文化奠基人的角色，确保了中华文明的智慧能够源远流长。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宏远的孔子形象，他的贡献塑造了我们民族精神的底色。当我们将3位圣人的智慧整合在一起，便能发现一幅置于现代精神内耗的完美蓝图。姓名贵志通过这幅图告诉我们，3位圣人分别对应了性命双修的3个关键层面。老君代表了对命，也就是生命体魄的滋养，教我们顺应自然；佛陀代表了对性，也就是内心本性的觉悟，教我们净化心灵；而孔子代表了性命合一的入世实践，教我们在社会中将内在修行与外在的行动统一起来。许多人可能会觉得三教思想存在矛盾，比如道家是无为啊，儒家的有为，还有佛家的空。然而这种并非冲突，而是不同维度的智慧。道家的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不妄为，顺应规律；儒家的有为是在符合道义的前提下积极进取；佛家的空，它也并非一无所有，而是指万物形态皆无永恒，但因果规律与本心本性永存，三者融合便是一种该有为是有为，该无为是无为，不执着于表象，不迷失于本心的至高人生智慧。这份古老的智慧可以转化为给现代人的具体建议，像老君一样学会顺应自然，在高压的工作中为身心留出喘息的空间，明白无为不是不作为，而是不妄为，从而养活好命的根基。像佛陀一样学会净化心灵，面对焦虑和烦恼时练习放下执念，通过内省找到平和的心态，从而觉悟性的本源。像孔子一样学会担当责任，在自己的岗位上积极进取，在家庭和社会中实现价值，将内在的觉悟转化为外在的行动，实现性命合一。三教融合的智慧为我们在快节奏、
高压力的生活中提供了一个找到内心动态平衡的完美模型。三圣图所揭示的并非是我们要在儒释道之间做出唯一的选择，而是告诉我们真正的圆满人生在于融合与平衡。我们需要在顺应自然，也就是道，净化心灵，也就是佛，和担当责任，还有也就是儒之间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动态平衡点。这种智慧穿越千年，依然熠熠生辉。它提醒我们，无论身处何种境遇，都可以从这三位圣人身上吸取力量。那么不妨静下心来，问问自己，在当下的生活中，你最需要倾听哪一位圣人的智慧，来找到自己的平衡点呢？